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当全球投资人还在为辉达的股价拆分与业绩狂欢而疯狂呐喊，摩根大通信用与固定收益研究团队悄悄升起了一枚冷酷的红色警报信号。这份名为 AI 资本支出 2.0 只要你敢建，市场就敢融的深度研究报告，用最硬核的债券申报记录向全市场揭示，这场人工智慧狂潮的真正胜负手早已不再是几公分大小的晶片设计，而是转向了各国电网的物理极限以及各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债务容纳空间。自从摩根大通在去年11月首次发表预警以来，短短几个月内，全球与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相关的实质债券与融资发行规模已经暴风雨般突破了3000亿美元的大关，直接成为今年全球信用市场最疯狂的吸金黑洞。而随着累计高达 5.5 兆的超额债务与资本支出巨浪即将迎面砸来，那些在估值上极度依赖无限制指数级算力扩张的科技虚胖资产即将面临最惨烈的利润率极限压力测试。小摩指出，面对动辄数千亿甚至累计高达 5.5 兆的资料中心建设资金缺口，全球的科技巨头与资料中心开发商正在破天荒地实行全方位、跨市场、多币别的降维式套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张华尔街的融资账单。以往，这些超大规模云端客户主要依赖自身丰沛的美元现金，但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发行商们开始大举发行非美元投资等级债券，将融资触角延伸至欧洲和亚洲本地市场。更为震撼的是，资料中心开发商更是首次在欧洲市场上成功发行了其历史上的首笔欧元高收益债券。这项融资手段的全球化，在实体世界上等于是直接把欧美多个市场的储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调并灌入到了 AI 电网和算力设备的硬体重构中。然而，在3000亿美元融资全速运转的背后，这场大扩张却即将一头撞上资产负债表的物理与信用极限点。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要让资料中心顺利运转，在物理世界中，我们需要土地，需要高频宽光纤，而最核心也最难以被逾越的是电网配给与变压器的交期极限。而要解决这些基础设施的卡脖子问题，全美和欧洲的公用事业、地方发电与输电企业在未来几年内必须面临长期的电网升级。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最致命的财务悖论。传统的公用事业企业在财务上属于受法规严格管制的行业，他们的资产回报率被死死锁定，且负债比率有着刚性的监管红线。当前基准利率维持在 5% 以上的新常态下，这些发电和配电企业根本不具备在短期内吸收高达数万亿美元新债务进行大举资本支出的负债空间。如果强行借债建电网，这将会导致其信用评级面临断崖式下调，进而推高全美企业的融资利差。这项由实体电网与信用结构编织而成的物理瓶颈，正在成为制约 AI 算力部署的最强大阻力。这意味着，即使辉达能设计出性能翻倍的晶片，如果实体电网边融资极限而无法给数据中心通电，那么晶片的需求将会面临断崖式的硬着陆。这项硬限制宣告了任何盲目看多二线软件和无实体资产科技概念股的落后教条可以彻底终结了。那么，在这种 5.5 兆债务压顶而传统融资管道受限的极端拉锯下，全球最聪明的钱此时正在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大腾挪？摩根大通指出，为了突破这一融资瓶颈，发行商正以前所未有的创意，全力开发新形态不对称的金融工具来规避监管红线。这项资本市场的转型在实质上带来了两大黄金配置避风港的崛起。第一个黄金防线是资产证券化与专案融资的立体渗透。华瑞认为，既然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无法再承受新债务，发行商正在加速将特定的资料中心合约、长期租赁权以及实体电网资产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在衍生品市场引入专案融资与私募债权。这种轻资产与母公司信用隔离的融资结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平准了实体资本支出的重力，更为全球寻求高值利率、低波动防守的长线主动型资金提供了一个最安全的信用助力点。
第二个黄金防线则是具备电网特许经营权与自备发电能力的防御性公用事业龙头。小摩报告特别提到，在全美电网负荷容量吃紧的新常态下，那些在物理世界上手里握有大客户战略长期供电合约，其配电网和核心发电技术具备极高品牌物理壁垒，且能够通过自备硬体模式转嫁通膨与利率成本的电力与热管理巨头，正在这场信用大洗牌中获得历史性的平价存购。这类能提供稳定票息与高能见度非利息收入的实体蓝筹，成了当前资金去拥挤化过程中最宽阔的安全边际。不过，未来仍有2大潜在挑战。首先是下半年可能出现新发行失控的供应井喷，若美欧债收益率再度狂飙，逼得企业在短时间内重返债市期限化，这种技术性过载将会严重挤压债市承接力，暴击高评级信用利差。其次是地缘摩擦对高端配电与变压器供应链的2次冲击，高密度机架所需的冷却单元与高阶变压器目前产能受制于特定亚太供应链，若2026年下半年贸易限制升级，高端组件断供将直接拉长资料中心的建设周期，压低板块的评价反弹斜率。华瑞认为，对于投资者而言，要看懂这场资本巨浪的真实走向，我们应当将观测针脚精确对准企业与市场最底层的资产负债表免疫力点检机制上。大家密切盯紧2项高密度的实物营运指标。首先是观测在美国和欧洲信用市场中，资料中心资产支持证券相较于常规投资等级债的信用利差宽窄，这能最直接灵敏地反映出多头资金在面对高成本重启预期时的防御流速。其次则是密切跟踪大型公用事业与电力设备巨头在接下来季度财报中所申报的实质债务与税前折旧摊销前获利比率和利息保障倍数变动。把这2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在风暴真正来临前，提前给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与避险路线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